好的，朋友們，老 K 足球新聞，今天咱們先聚焦重磅新聞，隨後盤點一下切爾西俱樂部最近在做些什麼，他們的轉會市場動作很大。那麼首先，最近 C 羅點讚了西班牙媒體一條視頻，這條視頻上說國際足聯想把世界杯送給梅西，怎麼回事呢？4天前，西班牙一個媒體的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說呀，阿根廷早應該被淘汰，國際足聯就是想把世界杯送給梅西。而這條視頻的切片在社交媒體上被 C 羅點讚了，而由於這條視頻是4天前發布的， C 羅到底是什麼時候點讚的還不得而知，但評論區已經有不少網友聞訊趕來打卡。當時在節目中，主持人說呀，阿根廷這支球隊大約5場比賽前就應該被淘汰了，卻靠着國際足聯的幫助走到現在。國際足聯是地球上最腐敗的機構之一，因此我一點也不怕阿根廷，我真正害怕的是因凡蒂諾。我認為我們要對陣的不只是阿根廷，而是整個國際足聯。他們想把世界杯送給梅西，就像4年前在卡塔爾已經發生過的那樣。門票價格把原本屬於大眾的觀賽體驗變成了只有少數精英階層才有機會享有的東西，而這些人當然不是什麼普通大眾。足球本是一項大眾運動，如今卻已經不再這樣了。我認為國際足聯是一個卑劣、黑幫式的可恥的組織。儘管這個制造混亂的機構有着種種行徑，足球仍然存續到今天，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會享受這場比賽的。但這並不是因為國際足聯創造了合適的條件。朋友們，夏天越來越炎熱，而現在正是每年最重要的夏季轉會窗口，各種各樣的緋聞故事將越來越匪夷所思、精彩紛呈。所以感謝您對頻道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分享、評論。好，咱們繼續。好，另一方面，阿根廷總統米萊已經表態，他說，我們的球員態度非常的克制，非常得體，即使在裁判對我們的球隊做出了不公正判罰的情況下，他們仍然非常的克制和得體。總統說，世界杯決賽失利以後，國家队拒絕了政府提供的慶祝方案，球員們因為沒能奪冠而感到悲傷，決定不舉行任何慶祝活動。好，在國內，阿根廷頭號大報《號角報》評價阿根廷國家隊說，全場比賽僅僅發生了幾起令人遺憾的個別的衝突，除此之外，阿根廷全隊舉止得體，待人有禮。號角報另外一個社交媒體賬號也表態，我們的阿根廷隊前所未有的在賽場內外展現出這麼多如今很罕見的美好的品質，球場之上和賽場之外，他們給所有人上了一課，展現出我們心中理想國度應該有的模樣。無論場內場外，阿根廷隊展現出當下十分難得的可貴品質。球員們沒有诋毀對手，也從未推卸責任，借着指責他人來為自身的失誤開脫。另一個大報紙《國家報》同樣也稱讚了阿根廷球員們，雖然失敗卻不失風骨。他在頭條上寫道，阿根廷隊收穫了最難能可貴的東西，民眾的喜愛和認可，即便未能站上冠軍的領獎台。而另一邊，決賽結束之後，過去曼聯的名宿評論員巴特直言，如果這支阿根廷少了梅西，絕對是史上最讓人反感的球队。他說，我為西班牙拿下世界杯冠軍欣喜萬分，都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而根據最新的報道，在西班牙隊決賽加時1-0擊敗阿根廷以後，只有一位阿根廷球員何塞洛佩斯，他在頒獎的時候沒有背過身去，他的舉止得體，得到了大家廣泛的稱讚。而最新最重磅的消息，根據阿根廷媒體的報道，在決賽慘敗給西班牙隊之後，梅西已經告訴了他阿根廷的隊友們，說自己不會再為國家隊出場。但是这個報道的真實性值得懷疑，足壇就跟真實世界一樣，各種緋聞小道消息一定要等到最後水落石出才能夠確信。而阿根廷隊內決賽中被紅牌罰出場的恩佐已經更新了社交媒體，談到了這次失利。他寫道，隨着時間的流逝，你會明白有些東西遠比比賽的結果更加重要。多年來，這支球隊一直以最好的方式代表着國家，他教會我們，競爭不僅僅關乎勝利，更關乎為這件球衣傾盡所有，永不放棄。能夠成為這個團隊的一員，我將永遠珍惜。這支團隊始終挺身而出，奮戰到最後一刻，並以自豪、謙遜和擔當捍衛這一抹顏色。我想向所有的阿根廷球迷致謝，感謝你們一直以來的陪伴，感謝你們在每一場比賽中的相隨，感謝你們的愛、無條件的支持，以及讓我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如置身主場。生披國家隊的戰袍是我職業生涯中至高無上的榮耀，只要需要我去捍衛它，我就會在每一次登場的時候繼續傾盡所有。而另一邊，德國隊的傳奇球星、著名的評論員馬特烏斯在德國的報紙上撰文直言，
本屆世界杯的德國隊表現甚至比2018年和2022年小組賽出局更差。除了无缘參賽的意大利之外，德國就是這屆世界杯最大的失敗者。而平白無故又躺槍的意大利隊，他們現在正在拼命地尋找自己新的主教練。名宿布冯已經辭去了意大利國家隊代表團團長的職務，而現在足協主席馬拉戈正在嘗試說服他回到管理團隊。另一方面，馬爾蒂尼已經出任意大利國家隊技術總監，他正在竭盡全力勸說瓜迪奧拉執掌意大利隊的教鞭。而對此，意大利體育部長強調自己完全沒有干預意大利國家隊新主帥的選拔工作。此時，前意大利國門帕留卡也發表了意見，他認為意大利足球需要重建體系，盡快找到新的主教練，並且要發掘更多的年輕球員。意大利的天才球員正在急劇的變少，換帥必須選擇真正有能力的教練。但最新消息傳來，說是瓜迪奧拉已經明確拒絕執教意大利，他和意大利足協僅僅溝通了1分鐘。好，最新消息，沙特老爺利雅得新月出手了，和英超的西汉姆联队已經達成協議，簽下了荷蘭國腳薩默維爾，轉會費8000萬歐元。這位24歲的年輕邊鋒，在世界杯我們已經看到了絕對高級貨。此前，意大利羅馬隊為他開出過4600萬歐元的報價，曼聯和阿斯頓維拉也對他表達過興趣。而現在，既然8000萬歐元這麼高的價格去沙特，那說明球員還是以賺錢為主。至於國家隊未來的世界杯，那還有4年呢，以後再說吧。好，接下來輕鬆一刻，一位西班牙的飛機的機長在滿載有阿根廷乘客的航班上搞了個惡作劇。他當時通過廣播說阿根廷隊贏得了世界杯，瞬間引發了機艙內所有阿根廷人瘋狂的慶祝，整個航班內瞬間沸騰啊！許多身穿有藍白色阿根廷球衣的乘客紛紛跳離了座位，爆發出阵阵的歡呼。由於在飛行途中他們無法收看直播，許多人原本就倍感失落。可惜最後的瘋狂慶祝很快又被飛行員打斷，他坦言說這只是個玩笑，實際上是西班牙隊贏得了世界杯。於是阿根廷球迷們的歡呼聲瞬間化為死寂，眾人徹底崩潰。要說飛行員的玩笑本身也是一場豪賭，因為在賽場上比賽的結果引發了巨大的混亂，球員們爆發了衝突，在阿根廷國內，球迷们更是走上街頭，引發了騷亂。但還好，這架航班上的阿根廷球員們沒有衝進駕駛艙，將他揍得鼻青臉腫。而西班牙隊的掃把頭庫庫雷利亞在世界杯奪冠慶典上再一次唱起了歌詞中有哈蘭德名字的庫庫之歌。2年前他唱這首歌就已經引發巨大的爭議，這件事咱們在節目中也多次報道過。上一次唱完之後，就在聯賽庫庫雷利亞被哈蘭德給爆了，這次又來，哈哈哈！歌詞中寫道：庫庫雷利亞吃着西班牙海鮮飯，庫庫雷利亞喝着星牌啤酒，哈蘭德戰鬥吧，因為庫庫雷利亞要來了。OK， 這2天關於法國隊紅得發紫24歲的中場巨星奧里塞，有一位來自德國杜塞爾多夫34歲的女性法蒂瑪·曹恩布雷希爾透露，自己20個月大的孩子父親就是奧里塞。可24歲的拜仁邊鋒奧里塞既不願意見孩子，也不願意支付任何1分錢的撫養費。法蒂瑪說：我受夠了，一個人怎麼能對自己親生的孩子如此冷漠無情呢？他甚至不跟我溝通，只派他的律師來應付我。他們寄來的信裡面寫着，委託人和孩子見面對解決問題並沒有幫助。而他的另一位女律師寫信給我，說我應該給小家伙買些舊衣服，這樣的話我手頭可以用的錢會更加寬裕一些。4年前，法蒂瑪曾經在 Instagram 上給奧里塞的多張照片點了讚，不久後奧里塞便主動發消息聯繫了他。法蒂瑪說，奧里塞畢竟是個有魅力的男人，2個人用英語互相發了2個月的消息。隨後法蒂瑪第一次應奧里塞的邀請飛往了倫敦。他說，奧里塞當時在倫敦的水晶宮踢球，還算不上什麼大明星。我們一起出門的時候，街上甚至沒人能認出他。但我們一見如故，他有一半阿爾及利亞血統，我有一半摩洛哥的血統，畢竟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是鄰國嘛。而且奧里塞和我一樣，不喜歡人多的地方或者派對。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就想吻我，我攔住了他，告訴他我們應該先更好地了解彼此。他當時也接受了。從那以後，我就定期飛往倫敦。我們的異地戀持續了將近2年，期間也總是爭吵不斷。因為奧里塞更願意把空閒的時間花在 PlayStation 遊戲機上，而不是陪我。而且當時他還有另一個女友。當有一次奧里塞客廳裡的照片被發到網上之後，法蒂瑪便決定和他分手。但2週後，女孩發現自己懷孕了。在女兒出生以後，奧里塞堅持要求做親子鑑定。這項鑑定在慕尼黑進行，結果明確無誤。
奧里塞就是孩子的親生父親。不久後，他也正式承認了父親的身份。據他身邊的人說呀，奧里塞倒是沒有拒絕過和母親和孩子有聯繫。可儘管如此，他始終沒有見過自己的女兒。法蒂瑪在產後發給他孩子的照片，奧里塞甚至沒有任何回應。只有奧里塞的律師聯繫了女孩，並提出支付撫養費。法蒂瑪說那是一筆非常可笑、非常少的金額。從那以後，雙方圍繞金錢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執。好，接下來回到英超，切爾西已經和阿斯頓維拉達成協議，1.17億英鎊巨資簽下了英國球員摩根·羅傑斯，這又創了英國球員歷史最高的轉會費記錄。而且整筆交易僅用了48個小時便完成。當時切爾西和阿森納同時追逐羅傑斯，切爾西的主教練哈維·阿隆索親自給球員打了電話，而阿森納最終拒絕匹配切爾西的報價。這次在英格蘭世界杯期間，切爾西的队長里斯·詹姆斯就一直在訓練營和羅傑斯交流。羅傑斯的好朋友帕爾默也通過短信和他保持聯繫，並且切爾西的老板和體育管理層中高層一起參與了談判。羅傑斯感到切爾西對他非常有誠意。而當哈維·阿隆索跟他親自通了電話之後，羅傑斯認為自己已經和切爾西的主教練建立了良好的聯繫。他認為阿隆索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人，而維拉隊為了持續發展，也必須通過出售球員來獲取資金。這幾年，他們已經出售了穆薩·迪亞比、道格拉斯·路易斯、雅各布·拉姆塞、約翰·杜蘭，還有尤里·蒂勒曼斯等等。但在整個過程中，拜仁和巴黎還有阿森納都關注羅傑斯。阿森納方面的薩卡、賴斯和厄德高都參與了招募，主教練阿爾特塔也和球員直接溝通過。阿森納甚至認為自己是羅傑斯的優先選擇，但羅傑斯了解到自己去了阿森納可能主要踢左邊鋒而不是10號位。相比之下，切爾西強調你來我們這邊很多位置你都可以打呀，這一點更具有吸引力。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影響力，切爾西向羅傑斯強調他來了可以幫助球隊重返巔峰，而阿森納已經是英超冠軍了。羅傑斯這個球員老 K 是比較喜歡，在進攻方面很有侵略性，但肯定沒有達到世界超一流巨星的標準。這個轉會費那也沒有辦法，英格蘭戶口本嘛，確實有泡沫，但畢竟用的不是咱們的錢，管他呢。這次天空體育的資深評論員保羅·莫森就激烈的批評切爾西用天價簽下羅傑斯，說這筆引援荒唐至極，球員在上賽季有多次發揮比較糟糕，而且在切爾西和許多球員位置也嚴重重疊，不符合球隊補強的要求。但對這個老 K 倒不大贊同。23歲1.88米的羅傑斯，無論在英格蘭隊還是切爾西，我認為打主力是沒有問題的。好，另一方面，切爾西還在繼續揮灑着他們的支票本，現在盯上了法國中後衛拉克魯瓦，同時還想簽下水晶宮中場沃頓。切爾西正在努力談判，想打包拉克魯瓦加上沃頓，而水晶宮方面已經就7500萬英鎊可以出售沃頓達成了君子協議，只是現在提高了拉克魯瓦的要價。拉克魯瓦轉會費6500萬英鎊，沃頓7500萬英鎊，加起來1.4億英鎊。同時，水晶宮希望簽下切爾西的中後衛查洛巴，他們還詢問了切爾西年輕新秀姆厄卡的情況，但已經被藍軍拒絕。目前26歲的拉克魯瓦已經同意了切爾西提供的個人條款，雙方將簽約到2032年。拉克魯瓦距離加盟切爾西只有一步之遙。還有，切爾西最近又將老中後衛斯通斯加入了今年夏天中衛的引援名單。斯通斯可以自由身加盟，無需支付轉會費。由於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現，斯通斯的處境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之前在曼城的最後幾個月，許多俱樂部對他的身體狀況表示擔憂，而現在除了切爾西，他也被推薦給了國際米蘭。國米內部正在討論他的轉會的事兒。而切爾西在球員出售方面，現在加納喬成為阿斯頓維拉的頭號引援目標。主教練埃梅里非常欣賞，將他列為優先引援對象，最終決定權將在球員本人手中。切爾西和阿斯頓維拉正在談租借，並包含調制買斷條款。加納喬雖然在曼聯和切爾西表現都很糟糕，但畢竟到現在也只有22歲。而這筆交易和摩根·羅傑斯從維拉轉投切爾西是完全分開的。據說維拉隊已經發出正式報價，租借的交易隨時有可能達成。還有，最近伯恩茅斯22歲的英格蘭中場球員亞歷克斯·斯科特拒絕和俱樂部續約，所以已經引起了曼聯、阿森納和切爾西的注意。上賽季他代表伯恩茅斯在英超出場了37次，轉會費大概率也會接近1億英鎊。而切爾西球隊裡面的中場球員恩佐，球員的經紀人仍然在尋求機會，想讓恩佐加盟皇馬，
但皇馬方面已經完全排除了簽下他的可能性。而阿根廷另一位球員主力中後衛羅梅羅可能會被推薦給切爾西，球員現在希望離開熱刺。恩佐此前也曾經向切爾西的老板建議引進羅梅羅。28歲的羅梅羅同時也吸引了國際米蘭的興趣，但是身價5000萬歐元，這對國米來說有些困難。還有切爾西上個賽季租借到拜仁慕尼黑的前鋒雅克松，他也一直是切爾西甩賣的對象。現在俱樂部為他標價6500萬英鎊，達到要價就可以離隊。下個賽季若昂佩德羅仍然是中鋒位置的首選，而新來的摩根羅傑斯計劃會被安排在鋒線的左側。同時切爾西還希望甩賣掉20歲的年輕前鋒馬克吉烏，標價2500萬英鎊。至於佩德羅內托，如果價格合適也可以商量商量。除此之外，切爾西的鋒線上還有德拉普，還有埃梅加，人才確實有些過於飽和。但也有消息說雅克松回到切爾西想在新的主教練哈維·阿隆索麾下證明自己。季前賽的訓練和巡迴賽，如果雅克松表現突出，那麼阿隆索也很可能願意讓他重返一線隊陣容。那麼如果是這樣，23歲的9號德拉普就得趕緊想辦法賣掉。雅克松和德拉普之間預計會有一個人離隊。好的，炎熱的夏天仍在繼續，足壇最重要的夏窗故事將越來越精彩紛呈。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評論和分享。咱們明天再見。